季家季莺莺送锦凤还巢，请诸位品鉴。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，季莺莺凤还巢。若我没记错，季家不能参赛吧？罪人之后，怎么可以参加斗锦会呢？季娘子没有参赛资格，还要扰乱会场，杨警官不管一管吗？赵夫人，此事本官还真管不了。若本官没记错的话，他们是逢射而出，这圣人都射了，怎么？赵夫人，您觉得射不得？我没这么说，只是这斗锦比的是锦画，他拿一个风筝来参赛，成何体统？蜀地千面，随心而生。这只蜀红风筝，亦是我心中之画，是我阿兄心中所想，亲手所织。锦官府也尚未规定锦画应当织成何样，我手绘我心，有何不妥？就是啊，有何不妥？杨警官，季莺莺在众目睽睽之下假造蜀红公司，胆大包天，你说应该怎么处置？我看这蜀红风筝鲜艳夺目，倒不像是假的。杨警官莫不是忘了，真正的蜀红丝已经被你送入长安，炼成圣上了。哎呀，季娘子，先前有赵家的蜀红丝，现在又有你季家的蜀红丝，搞得本官是眼花缭乱。要不这样，你代替本官断一断这真假如何？加油啊！加油加油！月影，你我共同的钱，我织出来了。谁说女子不能长风破浪，不能意气风发？扶摇直上9万里，这不正是我心中的你吗？季莺莺，就算你与我赵家有私怨，也不该损毁锦画泄愤。锦绣丹青还是鱼目混珠？马上见分晓。老夫人，稍安勿躁。掉色了！掉色了！褪色了！这是假的！这个才是假的！假的！本官方才明明记得是一幅鹏程万里，现如今怎么变成了人间堕落啊？堕落啊！这幅锦早已面目全非。因为这幅锦是赵红丝所织就，赵红丝并非蜀红丝。之前那日是有人在那红丝上涂了一层油，才使其遇碱水而不完全褪色。方才我泼的是皂角水，油遇皂角而溶，赝品自然露出真面目。季莺莺，季莺莺，蜀红丝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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当日便是众位一道，在牛将军面前亲口承认，赵家染的就是真正的蜀红丝。怎么？今日诸位是想反悔？不是。既然结果已出，
那还劳烦您公布今年的锦王。今年，斗锦赛的锦王是赵家赵修远。季娘子听不清，劳烦您大点声。今年斗锦赛的锦王是赵修远。既然牛五娘子金口玉言，锦王已定，我走便是。蜀红凤凰，另寻栖息地。走，这种比赛不简单。走啊！阿兄，从今日起，无人不知我们季家蜀红重现。故意纵容季莺莺毁了蜀红寺，杨警官，你的命是不想要了吗？赵二少夫人说笑了，这真蜀红一出啊，假蜀红自然原形毕露。再说了，这众目睽睽之下，你叫本警官该如何弄虚作假吗？别忘了，赵红丝已经被你送入长安，若这丝是假的，头一个问罪的就是你。没忘。确实，赵红丝已被我送往长安，但从未进献宫中啊。赵二少夫人若是不信的话，大可亲自去往长安一查便知。你留了后手。警官这个职位嘛，毕竟危险重重，总要给自己留一条活路啊。不管怎么说，今日的斗锦盛会仍是赵家国的头筹，我也特意为赵二少夫人准备了一份贺礼啊。杨警官不好了，青城山失火了！青城山失火，赵二少夫人，要不要随同本官一同上山看看？赵家已经在散花楼准备了庆功宴，此刻应该在等我入席。青城山的热闹，杨警官独自去凑。从方才到现在，一直未见赵二少夫人的贴身丫鬟玉媛，不知她现在身处何处啊？若是在那青城山上，只怕是要危险了啊！快救火！快来了！那边怎么有个山洞啊？慢点儿，你出来了！不能慢，阿姨，杨老三说了，上面有大红一箭，不能让人抢了先了。唐三郎啊！哎呀，快点吧，阿姨！阿姨，给我倒腾两步。哎呦，都比马来好，你想耐着点。你们这是？上长知道，国舅也到，想喊什么呀？桑长史，你看看呢，是谁干的这丧尽天良的事啊？这怎么回事啊？这怎么会有警方？这山中大火，可与你们有关。桑长史，他们都被毒哑了，
根本就说不出话来。这一看呢，就是被关在这儿做苦力嘛，这是。你们放心，有什么苦有什么难，写出来，我阿爷肯定还大家个公道。这就是你说的大事，你嫌老子命长是不是？这事还不大吗？是何人胆大包天，胆私自掳掠百姓，造井谋利啊？桑长史，杨进来。下官也是才看到这令人发指的行径，我相信桑长史定会揪出幕后真凶，绝不姑息，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是，我定会还大家一个公道。来人，搜索井房和附近山洞，揪出幕后真凶。走。哎，这是假蜀红丝，这个叫赵红丝。你别我放我放！这是玉皇丝，这是要造反的，也造反的！给我闭嘴！我开始，杨警官，在山洞里找到了一个小娘子，还有这些人，他们定与这黑井房有关。桑长史，来啊！我给你介绍一个人，这位是牛五娘子的贴身丫鬟玉媛，她在此处，那说明此事定与那牛五娘子有着莫大的关联。没错，说得对。一派胡言。娘子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我不是让你去山上祈福吗？娘子，一群山贼突然出现，将我绑在这里，奴婢也不知发生了何事。娘子，我们快回去吧，奴婢害怕。看来这山中井房确实是山匪所为。有劳杨警官帮我找到我的丫鬟。玉渊，我们走。等等，他们既然是山匪，那你的贴身丫鬟又为何会跟他们绑在一起？杨警官应该问他们，何必来问我呀？只怕他们忠心耿耿，又或是有亲人的性命被攥在了别人的手里，说不出实话来吧？他们说不出口，与我有何干？他们不肯开口，我来说。英英，阿姨，民女季莺莺状告赵家二少夫人染指贾蜀红私建井房，破乱井业，夺我季家名誉。胆敢诬陷命官家眷，该当何罪？有你说话的份吗？起来吧。谢长史。金娘子，你可有证据？今日斗井会上，众人亲眼所见，贾蜀红遇碱水而落色，蜀红丝乃是宫中点名所要。赵二少夫人胆敢当众造假，此乃大不敬之罪啊！季娘子怕是记错了吧？这赵红丝是我夫君所染，你要问罪，也应该问罪于他呀。你们夫妻二人还真是至亲至疏的关系呢。季娘子，赵红丝乃赵家二郎所染，你是不是状告错人呢？不，我要告的就是赵家二少夫人，牛家五娘子。我有人证。画下。打怎么来？曹明，华家染坊赘婿华祥荣，拜见桑娘使。曹明可以为证。
牛五娘子就是贾蜀红寺的幕后主使，就是她指使草民和草民九泉之下的夫人燃贾蜀红寺，死为陈县，他便唆使我俩造假蒙混过关。就连这些职工，也是他命草民以招工的名义掳掠诱拐而来。就连草民的夫人，也是被他害死的。季娘子，你要是想诬陷我的话，也应该找一个良民吧。这花家本来就是偷税的罪人，他说的话岂能相信？我有证据。你以为你把所有的账目都收缴了，就万事平安了？我娘子早就料到，他是一个反复无常、心狠手辣的人。所有的账目都做了2份。花想容，我和夫人相伴20载，情比金坚。我知道我是死路一条，我怕死，可我更怕我九泉之下的夫人死不瞑目。我知道我俩罪有应得，可是你也别想跑。我就算拼上我这个命，我要为我夫人报仇！曹没有契丹，账目为证，请张氏过目。哎呀，阿爷，你看，你快看啊！这五娘子，你让本官是如何是好啊？桑长史乃是本地父母官，自然是秉公处理。更何况大家都看着呢。对呀，阿爷，草民帮牛五娘为虎作伥，草民有罪，可牛五娘罪大恶极，请张氏判决。染贾蜀红草菅人命，掳掠工匠，果然是罪状累累，罄竹难书啊！桑长史，这都不抓吗？这肯定抓，阿爷。桑长史，你敢抓吗？这抓还是不抓？哎呀，抓呀，阿爷，不然你对得起这些职工、这些百姓们吗？抓！那便抓吧。我看谁敢抓！这是啥？阿爷，牛将军，花想容坦白真相，出面作证，你去把人给杀了，你是要包庇牛五娘子吗？把闲杂人等都给我轰出去！是。牛将军可以轰走百姓，但是今天的事情，城中所有人都会知道，你堵不住悠悠众口。你的烂摊子，我只帮你收拾这一次。放箭！刘瑾，你动用私刑，滥杀无辜，你当天理王法何在？
牛将军，这可不能开玩笑啊！杨景兰，我们今天会死在这儿吗？我说过，我会为你托底的。王姐，王姐是娘娘，是大长娘娘，你敢？怪就怪把你牵扯进来的人吧。今日只有你们永远闭嘴了，这山上的事才不会有人知道，才不会有人问什么天理王法。刺史到，来了。牛将军，牛将军，牛将军，还不快放开！不快，牛将军少一趟，牛将军少一趟。节度使令，圣人寿诞将至，节度使心怀圣人，特命警官督造。由蜀红传人季莹莹协同新晋锦王，共同制造蜀红，为圣人贺寿，任何人不得阻挠。下官接令。刘将军，你看让您的人还是把弓箭收了吧。山中失火，杨警官与桑长史心系百姓，上山救火，不幸双双殒命。其后，张刺史奋不顾身，将山火扑灭，不负百姓。只是这节度使令该听到的，终究还是没有听到。这么说不好吗？刘将军，本官今日也想晚来一步，可牛将军，你想想，节度使是怎么知道蜀红传人是季莹莹，而非赵家二郎？本官今日要是晚来一步，我这条命算是到头了。可是牛将军，您在节度使那里也得雪上加霜啊！未雨绸缪，暗度陈仓。杨警官，你好手段啊！好，既然节度使命你督造织锦，那就千万别出任何差错，否则谁也保不了你。不劳牛将军费心，但愿吧。走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我以为咱们死定了呢。你呀，你个兔崽子！你再敢跟不要命的人玩，我打断你的腿！我今日算是见识到了，什么叫做颠倒黑白，权势滔天。节度使会放任牛景这般私下敛财、草菅人命吗？牛景瞒着他自作主张，他定会敲打。不过牛景毕竟是他的兵，只要不是造反，他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。那长安呢？长安会管吗？有人想管啊，可不是那么容易管的。朝中与藩镇牵一发而动全身啊。放心，如今有节度使令，牛景便不再敢明目张胆地抓你。就是他敢，
我也不会让他得逞的。那你呢？他们会在暗中对你下手吗？下不下手是他的本事，能不能活下去，那是我的本事。杨金兰，你怕吗？你怕吗？我不会后悔，我也不会退缩。我是怕，但是也不是什么坏事。怕可以提醒我，让我跑得再快一点，不要落入一样的结局。我也怕，怕对不起死去的人，怕护不住活着的人。但如果一直怕，反而跑不快呢？要不要陪你一起进去，与你阿娘说清楚？我阿娘应该不愿意别人看见她棍棒教子的模样。娘子，戒指还是主管？阿娘，是我的错，是我让阿兄瞒着你的。不，那水红寺的风筝是我织的，是我不让茵茵告诉阿娘的。阿兄向来疼我惯我，不是我没有做好这个兄长。你们阿耶到底是因何而死？季家因何而获罪？是因为蜀红司。但阿耶绝不会做造假之事。阿耶他预设出狱那天，你们都答应过我什么？季莹莹，你说。绝不再提阿耶之事，平安度日。可是阿娘，今日便是我们不反抗，便可以安然无恙吗？莹莹，老虎食人是因为他饿了，他不会因为那人乖顺便放过他。莹莹，阿娘，莹莹只是不想让别人盗用阿耶的蜀红司之名，她并没有提及当年旧事啊。季莹莹，你没有吗？你从未想过要提起吗？这么多年，你一次次逼自己染红，真的只是为了支撑染房吗？阿娘，那你就忍心看到阿耶背负罪名，一生沉冤吗？季家谨防规矩第一条是什么？你给我背出来，大声背出来！季家谨防，井为首，人在井之上。何意？季家谨防，万事以知井为先，是非恩怨名利皆在其后，唯有人命在井之上。
若有灾异，先救人，再救己。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。好，很好。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谨防得失？你告诉你阿爷，何为人之生死，重于一切？如果你阿爷现在还活着，他真正在意的是他季归南的名声，还是他一双儿女的平安？阿爷对我们的爱护重于一切，他定会懂我，他一定能让我做想做的事情。看来他真的是把你惯坏了，把你惯得像今天这样，死不悔改，拒不认错。阿娘，我错了，我不该瞒着您，我不该惹您生气。可是，人能忍一时韬光养晦，绝不能忍一世丧尽志气。我想要的公道，自能我自己讨回。我今日所做的一切，我无悔。阿娘，阿娘，阿娘，放开！季莹莹，你很好，是我这个当阿娘的没有教导好你。我看该反省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阿娘定是对我失望透顶了，才会如此。阿娘是不忍心，当年阿爷骤然故去，你拒人染红，好困于谨防。阿娘也有她自己走不出的心结，她实在是害怕再失去我们任何一个人。所以我不想再瞒着他了。阿兄，只有面对过去，才不会困在过去。我平日怜惜你命苦，你爱贪钱小财，我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不曾想你愈发的胆大妄为，竟敢私造禁房，还是平日太骄纵你了。将军，大可不必如此，怎么说也是女孩家，何必雪上加霜呢？还不谢谢张刺史？谢谢刺史大人，此事皆因五娘愚昧贪婪，实属与阿爷无关，还请刺史大人明察，切莫污了阿爷清白，也莫辱没了节帅。此事与节度使有什么关系？我是阿爷的女儿，在世人眼里，我做了便等同于阿爷做。阿爷是节度使的麾下众将，阿爷做了，岂不等同于节度使做了？世人哪管真相，只会恶意揣测。若因五娘一人牵连了阿爷和节度使，实在百死难辩。我知道将军为什么偏爱五娘子了。平日就喜欢自作聪明，这不过是他想让你帮他息事宁人的借口罢了。不过，他这话说的也有些道理。若说我对此事毫不知情，莫说旁人，便是刺史你，信吗？我也深知张刺史与此事绝无干系，但是节度使信吗？他会不会认为是你我同流合污？将军说笑了。节度使大人虽然常年驻守军中，但对城中之事
也是了如指掌，自然不会冤枉了将军。那朝中呢？朝中对益州、对节帅又知道多少？如果任那警官将此事的证据传入朝中，难免不会有人居心叵测、断章取义，污蔑节帅。不瞒张刺史，牛某人好颜面，今日在山中的雷霆之举确有私心，但这才是根因。将军深谋远虑，相信节度使大人定会明白。其实将军也深得节度使大人的器重，这益州城也是将军的益州城，都是一家人，令千金想多分一杯羹也无可厚非。但是将军何必瞒着节度使呢？这就是将军见歪了。牛某明白了，从今往后，牛某对节度使大人定会知无不言。谢张刺史指教，客气了。来人！将军太客气了，下官愧不敢当。将军请放心，今日之事只是山中起火，再无他事。下官告辞。刺史既然这样说，看来节度使还是信重阿耶的。此次是我轻敌，还请阿耶再给我一次机会，我一定捉住杨静兰的把柄。你既已嫁入赵家，就踏踏实实做赵家的媳妇吧，尽好你一个内宅妇人的本分，旁的事就不要问了。阿耶，杨静兰此次轻易便能化解送入长安的假蜀红之位，背后的势力必然非同小可。您不想知道吗？与其动用长安暗探，不如……如果我的女儿羞愧难当，畏罪自杀，你说节度使会不会更加信任、悲悯我几分？但也难免会有人猜忌你无毒誓死，杀人越口。娘子，娘子，你没事吧？他刚刚是真的想杀了我。娘子，请将军恕罪，是下官来晚了。这样，下官先自罚一杯。知道我为何要宴请你吗？今日在山中，将军险些要了杨某的性命，晚上又主动相邀杨某至此，难不成是在山上杀得不尽兴？这是一场鸿门宴。知道是鸿门宴还敢来，杨警官你好胆识啊！那你知道我为何要在此处宴请你吗？将军身份贵重，见多识广。这么看来，将军并非是邀我前来品尝美酒佳肴的。此间酒楼风景独好。
杨警官果然聪明。你们都下去吧。我图的就是这里风景独好。我常年在军中打仗打惯了，一向都是先兵后礼，不把敌人逼入绝境，怎么好谈条件？将军的礼有多重？那要看杨警官背后之人想要什么了。杨某孑然一身，背后无人。那个不成器的东西威胁杨警官把赵弘思送入东宫，可太子最后竟没有将嗣献给皇后。能够左右东宫的抉择，且丝毫不留痕迹，杨警官背后之人深不可测呀。兴许是太子自己觉得这东西不够大气，给换了。嘿，你这就叫不见棺材不落泪了。将军别忘了，节度使刚刚下令，令季娘子染制蜀红丝，织造贡请，怀璧其罪。季娘子身怀绝技，被人觊觎，全家殒命。老夫痛惜，但爱莫能助。杨警官，我不想听废话，所以想好了再回答我。杨某来到益州，不是冲着将军而来，只为肃清锦业。谁拦我，我便查谁。我身后是所有尚存良知的朝廷命官。阿兄，阿兄，将军，混账！谁让你们真动手的？还嫌节度使对我关注不够吗？不是我们的人。什么？是我。高大侠。是杨三郎让我来的，请季娘子配合我演一出戏。你只管做戏，我定会配合。丧葬室的人到了，我得走了。哎，等一下，既然是做戏，就做得真一点。别想伤害我阿妹！阿兄，里面的人听着，丧葬室在此。英英，洋洋，这是怎么了？这是怎么受伤了？呀，娘子，这！哎呀，季贵，快去请大夫来！快啊！不用，快说吧，娘，我没事儿。都已经流血了，你还说你没事儿？你这就是刺破了一些，你找个可靠的医师，保说的严重些就行。快把门打开！丧葬室，
刺客呢？不见了。走。是。啊！仓长使搜到一块令牌。你小子比抓住老夫一个人害啊！下官怎敢害您呢？这可是大功一件。牛将军、张刺史，有劳二位，是下官失职。杨警官也在，真巧啊！倒不是巧，只是这季家不同于别家，这季娘子担负着无人可替的供给之责，我身为警官，自当多加在意啊。这不过是寻常私户被人劫掠，犯得上惊动张刺史吗？本来是不必惊动刺史，更不必惊动将军您的。只不过桑长史搜查时，发现贼人落了一样东西，要不，将军您看看。本将的令牌，哼，这个贼人可真是可恶啊！竟盗了本将的令牌。好啊，那桑长史，你的意思是，本将要杀季娘子吧？下官不敢。只是这令牌，定是有人故意陷害将军的。牛将军与我刚刚一直在酒楼宴饮。下官可以证明，此事绝非牛将军所为。况且，若真要行凶，为免暴露，也绝不会带有任何能够证明自己身份的东西。所以，下官认为此事定是有人刻意栽赃陷害。既是如此，杨警官又何必讨扰将军呢？刺史容禀。杨警官也是为了将军的名声着想，想必刺史也知道，将军爱女嫁的是我曾经的良人，我又染出了蜀红丝，把将军贤婿染得赵红丝，逼得原形毕露。在外人看来，将军恨我，想要杀我，实在是合情合理，这才给了歹人可乘之机，借题发挥。若是此事放之不管，听之任之，只怕屡禁不止，于将军有害而无益。季娘子推断的甚是有道理。不过，本将行得正，坐得端，不惧人言。她若是个寻常女子也就罢了，如今制造贡锦可少不了她。要是人就这么没了，贡锦织不成，还牵扯到一位主将。朝堂之上，若派人查下来，将军是行得正，坐得端。只是不知这益州城，又有多少人经得起查呢？不知杨警官有何高见呢？回刺史，既然有人冒用将军名号来刺杀季娘子，咱们不如反其道而行之，便由牛将军来护卫季娘子。一来，将军智勇无双，定能护住季娘子；二来，只要季娘子平安，这谣言吧，也就不攻自破了。这季娘子的安危与本将有何干系啊？再说了，城中的守卫归刺史管。这倒也是，
那还要劳烦季娘子随后与我一起军中走一趟。这伤，这令牌，咱们都让节度使好好的断一断，还季娘子一个清白。好啊，若有机会见到节度使，英英定会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。这怎么又把节度使扯进来了？太麻烦了。好，既然杨警官、季娘子信得过本将，虽说本将的职责是戍守边城，我虽不能派兵保护季娘子，但也绝不会让季娘子受到歹人的欺凌，如何呀？还不快来谢过牛将军啊！多谢牛将军。不必了，小事。有劳了。娘子，你还好吗？无妨，这么多年，已经习惯了。若不是我在山上被控制，娘子你也不会上山。锦房的事情瞒不住的，即便没有了你，杨金兰也会用其他的办法让我上山。你无需自责。可是娘子，你吃了多少苦，遭了多少罪，那么不容易才走到今天，奴婢怎么能不自责？可若是没有你，又是谁帮我撑到今天？娘子救下奴婢的那天，奴婢就答应娘子，奴婢不是牛府的奴婢，是牛五娘子一个人的奴婢。我不信命，我不要成为哪个男人的附庸，我要做我自己的主。娘子，我一定会陪着你。你来做什么？你答应过我，只要我不靠近他，你就能护他无虞。可是他今天差点死在山里。他死了吗？他不仅没死，还拿到了节度使谕令这张免死金牌。接下来你们还要一起支染共结。这么看来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出尔反尔，颠倒是非，你这样做买卖是做不成的。夫君怕是忘了，做不做这笔买卖，如何做这笔买卖，向来都是我说了算。你刚刚哭过。山上风沙大，迷了眼睛而已。是风沙迷眼，还是满盘皆输啊？夫君啊，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无论如何，我都是那个执棋人，不是吗？杨警官找借口拦着阿兄和阿娘，可是有什么要跟我说？难道我猜错了？你让高放冒充牛家刺客，难道不是想要先发制人，让牛景不敢再对我动手？
你是没猜错，但我的计划中可没有季娘子舍生忘死、身上中箭这一环。我这不是怕他们倒打一耙，污蔑咱们贼喊捉贼，想把戏做得真一点吗？大夫刚刚也说了，没事儿的。我说过我会护着你，你也说过你会相信我。正是因为信你，才配合你啊。郭奎，回去，怎么又跑出来了？下次谨慎些就好啦。再说了，有杨警官托底呢。牛景线下是不会再对你直接下毒手了，只怕共景之胜之日，便是唯一出现之时。我不怕，杨警官会保护我的。你这话说的，你们家郭奎听了都不信。牛景今日也算是投鼠忌器了吧？是不是这气越贵重，他越不敢动？你要做什么？我会做的只有生意啊。如果我不仅能染出曙红丝，还能织出这世上独一无二的锦，我能做锦芒，做皇商，做一棵任何人都想保住的摇钱树。他牛景再想动我，便更得好好思量思量了。等我一下。这些是当年我家所有能出入警坊和染坊的工人名单，以及押送贡警同警官府交界时所去的工人名单。除此之外，还有当年的警官刘崇山以及他手下的侍卫。杀死我阿爷的督运官，还有那些交界的官兵，他们的名字我并不知晓。若是当年你师父真的在查我阿爷的案子，那这些对你想要寻找的蛛丝马迹或许有帮助。杨金兰，我阿爷的事，拜托你了。那是我的，都过了这么久，家里留给我的。这些名字你都还记得？有些事，季归南以次充好，欺君犯上，负隅顽抗。我了再久也不会忘。校订正法，将季家所有的财物一律充公，给我搜。是。夫人，赵修元在门外求见，说是要与娘子商议共锦织造之事。回去。坐下。我与他虽有旧怨，但这是正事，不能耽搁。杨警官。我女儿身受重伤，共锦织造定要急在这2日吗？不急，自然不急。不仅日子不急，也无需季娘子出面。共锦织造只需季娘子按照赵景王提交的所需曙红丝数目染制后，交到警官府，再由警官府核验后交予赵景王。季娘子，你就在这儿好好养伤，哪儿都不准去。我去跟他说清楚。杨警官，莫忘了民女所托。放心。
阿娘，先好好养伤吧，其他的改日再说。我会告知飞花会，说你偶感风寒，在家中休养，让他们安心染丝，不必担忧。走吧，回去休息。休息。你明明可以用别的方式保他，为何要伤他？别的方式，像赵二郎君一样，卖身投敌，委曲求全吗？我做不来，他也不想要。我与他青梅竹马，我亲眼见他未雨绸缪，隐忍蛰伏，他定能理解我的选择。人在屋檐下，有些事确实要忍，但有些事却忍不得，忍了就不是季莹莹了。赵二郎君如果还是念及旧日的情分，既做不了他的良人，那至少也要做个好人。我输了，大可从头再来。可你呢？手中无棋，连棋桌都上不了。二郎确实糊涂，若是不用贾曙红，我赵家是赢得堂堂正正了。斗锦会上，贾曙红就是个误会。怎么，贤侄另有见解？要不要随我一同去找下牛将军？说道说道。好，便是不提曙红寺，还有山上那事儿，别人不敢指摘牛家，便是说我们赵家干的这缺德事儿。牛家五娘子这煞气，加上我这糊涂的二弟，这往后不知道要给赵家带来多少麻烦啊！想当初老太爷呀，一门心思想攀牛将军这门亲家，如今这亲家是攀上了，怎会想到那牛五娘子并非良配呢？想来老太爷这心里也不好受。你们是怪我治家不力吗？孙儿不敢，儿媳不敢。二郎呢？二郎昨日去都督府拜会了。是啊，牛五娘子毕竟还是牛府都督的女儿呀，咱家礼不能废。我赵家既得了锦王，那接下来就要联合众锦户，协力完成贡锦。以后这些事就不劳祖父操心了。二郎回来了，牛将军怎么说？牛将军说，祖父年迈，锦王家的事以后就交给我来料理。什么？你是拿牛家的权势来逼我？牛将军让二郎当家主，想必也是体贴老太爷年事已高，该享清福了。二郎虽然年轻，但能力、手腕样样不缺，又得牛将军器重。若二郎真成了家主，我们和牛府关系也就更亲近了。外面的闲言碎语，我看谁还敢乱传。请阿翁让位。这怎么能说这种话？当年我祖父持家50载，我阿爷在他身边学了30载才掌家。我在我阿爷身边也学了30载。二郎，你天赋异禀，你便在爷爷身边再学10年，就让你独立掌家。
所以，祖父不让。赵家早晚都是你的，你何必急于一时呢？那就休怪孙儿无礼了。赵平，赵书远，你这是要造老太爷的反吗？二郎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岳丈大人说了，怕我继位不顺，所以借了一些人手撑场面。二郎，都是一家人，何必大动干戈呢？老太爷也是一时没有想明白而已。牛将军山上一怒，连朝廷命官都敢动杀心，他的话我们哪敢不听啊？各位，你们说是不是？阿爷，退位是小，这是惹恼牛将军，那事儿可就大了。您还是退吧。祖父，孙儿也以为二郎当家主，无有不妥。赵家次孙赵修元，孙儿在。你为赵家赢得晋王有功，今将赵家家族之位传于你，振兴赵家家业之责，落于你身。孙儿领命。阿兄留步。不知阿兄可否去景官府核查宫中订单？是，家主。夫君昨日送我回来，并未得见阿耶。怎么阿耶今日临行前却突然改了态度，给了你手下？我瞧着这几个人有些眼生，似乎并不是我牛家护卫。我雇人假扮的。夫君倒是坦诚。你不会拆穿我。我能走多远，你这景王夫人才能走多远。夫君可还记得答应过我，成婚之后会予我一些自由？你要干什么？当然是替夫君把整个蜀锦业握在手中。我执锦多年，比夫人更懂这益州锦业。但是我却更了解人心，也更了解我阿耶。他不会介意你冒用他的名声，但是你要让他看到你的价值。
自季归南死后，蜀红角色也随之消失，多年未曾重现。本官奉朝廷之命，入益州寻访，如今终于有了结果。蜀红一出，千红哭啊！当日在斗锦会上，蜀红凤凰横空出世，惊艳四座。今日本官在此宣布，蜀红司重回色谱墙。这蜀红是你重现的，自然要写你的名字。金娘子，杨警官，请你进去核对一下织造供给所需的蜀红丝数，请。恭贺季娘子重现蜀红丝，苦尽甘来，凤凰于飞。可这是兔子哎，跟凤凰有什么关系？凤凰太难画了，我还没学会，季娘子就先将就着。你自己做的啊？你的伤怎么样了？我若是不好，我阿娘怎会放我出来？你特意把我喊进来，不只是为了问我这个吧？如果我说是呢？坐。物归原主，我师傅找到的。在哪儿找到的？我不知道，还在查。我阿耶因为供颈造假而殒命，牛家在山中建黑井房是为了造假井，
或许当初他们就是这样用假警替换真警，事发之后，我阿耶便成了替罪羔羊，对吗？季娘子，咱们约法三章可好？查案归我，定还你一个真相。那我需要做什么？做生意。杨某看似光鲜，实则挺穷的，说不准某一日还需要季娘子接济。我朝律法，行贿当抓，受贿当斩，我不敢。到时候你可以把钱袋扔地上，我假装捡到，顶多算拾金不交，道德有失，触犯不到律法。狗官，还望杨警官早日替我阿耶沉冤昭雪。到时候我出钱给你建一座生祠。杨警官，进来。禀杨警官，杨家大老爷杨巨贤求见。不见。杨老爷说，若您不肯相见，出去。哎，是。其实我跟他也没什么深仇大恨，过去的事儿都是他身不由己，也是我年少不懂事。可过去了就是过去了，没必要和好，更没必要道歉。我不习惯，更不需要突然出现这么一个阿姨。这次我阿娘也给我发了好大的脾气。一副我再不听话他就不要我了的样子。但我先是我自己，才是我阿娘的女儿。我可以照顾她，孝顺她，哪怕以命抵命。但是我却不能按照她说的那样活。若是那样，我便会面目全非，我便会不知此生我为何而来。我阿娘也会愧疚一辈子。你的意思是，觉得我没必要和好？那就是与他和好？你到底要我怎么选啊？选你的心之所向，不管你怎么选，我都会站在你这边的。因为我们是盟友，这是我应该做的。来，吃点甜的。季娘子这安慰人的法子，真是够差的。我戴着面纱，也没有人看见我进来，不会影响我暗中行动。师兄，你别生气。益州各警户的基本情况我已经查清楚了，其中有3家值得关注：杨兆宇，杨家年年得景王，又在长安有人脉和名气。但是赵家的2郎如今成为了牛景的女婿，在斗景会上力拔头筹。余家长子又英年早逝。余家现在后继无人，已经没落。师兄进城时看到的红色凤凰，属于飞花会会长季英英，她是季归南的女儿，又是蜀红景的后人。但是，她只会染丝，不会织锦。师兄想打入锦业的话，还是在这3家里选吧。打入锦业，如何打入锦业呀？是开一个锦铺？还是建立一支商队啊？要是这么简单的话，为什么要我亲自来呢？中原人有句话叫
授人以鱼，不如授人以渔。诸位，我家郎君久慕蜀锦之瑰丽，遂千里求锦。然蜀锦千样，千样千价，实不知该如何出价收购。怕价低辱没了真品，也怕价高流俗于凡品，故而想借众位蜀锦行家之慧眼，帮我们估一估价。凡送锦者，我们白府来者不拒，仅选此处，供大家品鉴。若有真品，千金愿求。大家将心目中悬于此处这蜀锦的价值写下，价值平均便是此锦的最终价值。你这法子啊倒是挺新奇的，可我们帮你写价能得什么好处呢？对呀，大家请看。上节目。刚才那个问题问得好啊！做生意嘛，无非就是买卖公平，礼尚往来。诸位，白某让你们帮忙，但绝不会让你们白帮忙。什么意思？在这竹片上，一面写上你们的名字，另外一面写上价格。价格最为接近者，白某送上一片金叶子。怎么给他呢？这还没开始评呢。你是第一个搭理我仆从的，我们远道而来，你诚挚热情，以礼相待。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真的假的？真的是金子，真的是金子呀！不出3日，整个益州城就会知道啊，来了个新的番商，出手阔绰，爱景如痴。我真的看不出这2根丝有什么区别。我也看不出哎。那一起对比看，现在能看清楚了吗？哎，这束好像颜色更浅淡些。蜀锦是千丝万缕织成的，每一根线颜色差了一点，整副锦便会差了1倍。你们先从这一把看，再一根一根往外拿，直到你们的眼睛能够适应，即便是2根对比也能看出差别。那你们就会知道用什么样的颜色能事半功倍，锦上添花了。这不是那些锦户要学的吗？若我们能帮他们做好这一步呢？如今我们飞花会不仅有朱颜驼，还有蜀红丝，还有各家的特色丝线。但是想要再上一层楼，我们不能只染丝，也不能只卖丝啊！哎，那还卖啥子？只要买我们的丝，肯额外付钱，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的锦样挑丝配色。关键现在没人买咱们的丝。你拉我咋子？他早晚都得知道。丁样，赵修元的贡锦搭配呢，跟杨家不是一样主均沾的，他只分给与他投诚的锦户们，那一副顺我者昌，逆我者亡的样子。那别人知道你得罪他了，根本就不敢来我们飞花会买丝了。那外面好多人还说你得罪了牛副都督，那旁的人就更不敢来了。我的确是得罪了牛锦，你们如果……哎，如果什么呀？那我们都上了贼船了，还让我们马上下去啊？哇！我跟旁人说，我跟季莹莹毫无关系，老死不相往来，那谁信呢？对啊，就是。而且现在只是益州的锦户不买我们的丝嘛，大不了我们去找其他人买噻。你们听说没得？最近几天番市来了一个大富商，有钱的很，对，买过锦1掷千金呢。1掷千金？不止如此。他把所有想卖给他的锦都放在府门口展示，让众人品评。阿娘，
娘，我都好了，不必喝了吧？益气补血的。益气补血。啊，阿娘苦啊！阿娘一个不够。洋洋，你阿娘怎么了？我惹她生气了，现在除了喝药吃饭，一概不理我。哎呀，这天下当阿娘的，果然都一样厉害。还有谁？我阿娘啊。啊，这样我舒服多了。平儿怎么还没来？嗨，他又被他娘拉去相亲了。啊！他又去相亲了？不行，爷是他的英雄，也得去救他。我是不会出这来回的。你给我站住！他这里英就是个祸精，成天捣我那惹事儿。你看你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？再加入废话会这些，你什么时候这么离经叛道过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再这样下去，就真嫁不出去了。嫁不出去就不嫁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别说，我啊！不，别生气！别拉着我！不，别，你先走，不，别生气，不，你放心，我去哄他啊，放心，不啊。平儿，你阿娘是不是又逼你相亲了？丧事情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？平儿，别的郎君没有演过，不代表天下郎君都没有演过。我就喜欢你现在这样子。求你了，别说了。平儿，你放心，你阿娘再逼你相亲，你就说也愿意娶你。闭嘴！谁让你娶了？我这辈子都不嫁人，我不嫁人。你不嫁就不嫁呗，你别哭啊。你不知道，你什么都不知道，你别跟着我了。我也想知道，你也不告诉我。莹莹，咦？小娘，你怎么来了？又跟你阿娘吵架了？离家出走，我再也不回家了。可是我也不知道要去哪。哟，别哭，没关系，那你就住我家。我阿娘可喜欢你了，她巴不得你天天住我家。我是说，我不知道以后要去哪。我明白，你别着急，先走着呗，走着，说不定就知道了。哎呀，我现在就带你走。正面。他已经欠我第3壶酒了啊！哎，莹莹，咱们这是要去哪儿？藩市来了一位奇人，我们去看看。藩市？我阿娘说藩市鱼龙混杂，全都是坏人。你阿娘还说我是坏人呢，我是吗？你凡事不能光靠听说，得亲眼看看。再说了，我们阿玉在，不怕啊。哎呀，行了，今天能够顺顺利利的在天黑之前赶回家。你说那个奇人是不是姓白？大张旗鼓，一掷千金。你都听说了？能满大街撒钱的，要不就是脑子有问题，要不就是背后有图谋。图谋嘛，必然是有的。利用众人估价，得到蜀锦真实价格，接近实价买锦，而且在短时间之内就打开了自己的名声。好厉害啊！好狡诈，好机会。玉石，各种珍稀的玉石，看一看。这位朋友，看一看我们这儿的玉石。哎呀，现在益州成了锦户，大多都不敢买飞花会的丝了，我只好来这儿碰碰运气。那位白郎君敢如此大手笔的花钱，说不准胆子也够大。你这可是与虎谋皮，总好过如履薄冰啊。对了，
哦，谢谢娘子，5文钱。别家都是1文5个，你这儿5文1个，正好打劫还送个饼。饼不贵，5刀贵。哎呀，难怪说你们藩市的人最会做生意了。藩市白掌柜人在何处啊？6文钱。你不该太贪的啊，阿月。饼免费，飞天6文，给钱还是指路？这是个赚钱的好法子，但是得适可而止，免得惹怒了别人，你又打不过，得不偿失。尝尝，尝尝5文钱1个的大饼。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锦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。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，看得出什么？这锦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锦1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锦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锦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，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1文不值。这锦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，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，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敢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
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谢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谢壳青就是谢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这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郎君饶命！不是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了吧？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饶命！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姬莺莺。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1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景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相信季娘子赏鉴1二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，我相信你们一定能拦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，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刻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幅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俱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，一个契机，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？那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？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
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，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构景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？现如今我们对她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她山穷水尽的时候再开价也不迟，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，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英英，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供景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牛丝入锦，买下它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
你说，我师傅既然已经知道这青城山上有问题，他为何不上我求援？除非他已经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了。我本以为把这山上的动静闹大，将一切揭发，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可谁曾想，这权势竟可如此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这还是牛瑾忌惮我身后有人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师父当年那可是单枪匹马，面对的只会比我们如今更惨重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第一个会来探查的人一定是我，所以给我留了线索。他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给那些侍卫，也是在告诉我，这山里有问题。你师父真是草蛇灰线，用心良苦啊！可他既然笃定了我会回来，就应该留下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线索才对啊。小的，没有留下线索，那是因为前两任警官糊涂啊，临死了也不知道留下线索呀。纵此峡谷香，不灿世上英。这是我师父在告诉我，即便身死，尸骨也可留证。去帮我拿把铁锹。我提一句啊，这可是你师父的坟，随口说的一句话也能当真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懂他，我相信他，他就算拼死也会给我留下线索。师父，徒儿不孝，不能靠自己将益州案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求师父再指引徒儿一次。身手不错吧？没看看是谁的徒弟？老头儿，叫师傅。诸葛，你过来。我师父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伤，但唯独这一块，这上面的伤痕不同。看痕迹走势，定不是外人所伤。那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。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，什么人都不敢再相信。他只能一刀为笔，以自己的尸骨做纸，给我留下线索。老头儿，话我收到了，我一定会把害你的人都揪出来，给你送去磕头赔罪。
季娘子，这里请。家主正在见客，请季娘子稍后。没关系，都是蜀锦人家，一起聊聊。听着声音像，没想到还真是季娘子啊！白郎君为何在这儿？余家百年锦业有一些珍品，倒也合理。白某今日是来买余家锦房的。昨日白郎君才与我说，你不懂锦，也不做生意。昨日听季娘子一番话，颇有感触，觉得试试也无妨，更何况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白郎君出手还真是不凡，这偶有所感，便要吞下这益州城3大锦户之一的余家。白某倒是觉得，既然要做生意，自然是越大越好了。季娘子来了吗？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请。余掌柜，杨夫人，季娘子啊，上次购买丝线的余款呢，我已经让人给备好了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账房核对收取。还有季娘子提出要与锦房合作，由飞花会帮忙挑丝配色，这个事情，就看新掌柜是否答应了。新掌柜已然定了？哦，还没有。不过你可以听一听，看看哪些条件能让你满意。不知二位出的什么价格？哦，比市价高出30%吧。余掌柜，杨家出的价格虽比不上白郎君的高，但我们杨家多年织锦，如果锦房放在我们杨家手上，那定是源远流长，绝不会辱没和亏待了你的工匠们。季娘子，你看我们2个谁更顺眼呢？白郎君许以高价，杨夫人重在情义，2位都是诚意十足。但依我看，2位的价码都不够打动人。余家100年，就这般改弦更张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余掌柜操劳一生，将余家锦发扬光大，是再高的价码也无法买到的。商业沉浮，有辉煌就有没落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曾是季家的旧宅。季家锦当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呢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余掌柜，今日我前来想跟您聊的也是这桩生意。飞花会愿意出一笔钱注股余家，从此飞花会出丝，余家织锦，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，又能保住余家的招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季娘子可知道你口中的两全其美得花多少钱呢？昨日你还说处境困难，怎么今日又能拿出钱了？昨日我与白郎君说，是以为你我能合作，不想今日我们变成了竞争敌手。白某若是可以顺利的盘下余家锦房，定跟季娘子构思合作。余掌柜知我从不空口白话，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求余掌柜给个机会。这个事儿呢，再允许我考虑2天吧。余掌柜，您若有顾虑，可以直言。
听闻于掌柜想要卖锦房，还有比卖给锦王更为稳妥的选择吗？于掌柜不必急着答复，我今日来，主要是为了顺路送个人。阿公，希儿，希儿，你怎么在车上呢？啊？我不过是在路上偶然遇到他，听闻于娘子心若稚子，不谙世故。于掌柜可要照顾好您的孙女儿，下一次可就没这么好运了。多谢赵二夫人送我希儿回来。我在赵府恭候于掌柜。希儿，你没受什么伤害吧？阿公，我没事。那位戴面具的娘子想要伤的并不是我。于掌柜，季娘子，没有我的陪伴，我希儿是向来不会单独出门的。我实话跟你说，我于叔可以没有谨防，但是我绝不允许我希儿有半点受到伤害。掺杂了权势，生意便不只是正经生意了。杨警官，愿你早日砍了这些魑魅魍魉。诸葛，你过来看看，有什么印象？你把它转一圈。这图案好像是都运官调令背后的花纹啊！你确定？说好了的，动手归你，动笔归我。来之前，我还特地看了蜀锦所有的消息与公文。都运官，可是蜀地的都运官都是由节度使指派的，而且每次指派的都是不同的人选。那就都见去。你要去见节度使啊？牛瑾虽然与节度使在不同地方驻军，但你要是见了节度使，怕他也会知晓啊。杀人的不害怕，救人的就要躲起来，这世道不对，我要让他改一改。此事要不要告诉季娘子？哎，不必了。缉拿凶手，天下大白，是我们该做的。他只是一个平凡百姓，就应该高高兴兴的做他的生意，平平安安的过他的日子。好。hin呀，要不咱们还是敲门吧？你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于掌柜，他说不见客，那就是不见客。他不见客是又不想卖锦房了吗？你说一个人要卖掉自己的锦房，他最想得到的是什么？他若是想要钱，那个白郎君能一掷千金；他若是想要于家的工匠和技艺有所依托，那杨家是不二人选。
他若是想保住余家的产业，又想渡过难关，那就应该选我。可是他谁都没有选。难道是因为牛五娘胁迫了他？他不是一个优柔寡断的人。况且，若他真认了牛五娘的威胁，现在余家警房都姓赵了。如今他闭门不出，他应该是在犹豫。他不知道自己该不该卖掉警房，也说明我们给的价码都不是他想要的。那他想要什么呀？这就是我来的原因啊！告诉你，在余家有一个人比余叔还了解余叔。你又输了。鸡能生蛋，蛋能生鸡。那你说这世上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呀？哎呀，白某不知啊。这么快就摸清了余掌柜的底，果然不能小瞧了你啊。猪有来世，又会变成人。哎，那你说这人是人还是猪呀？你说你这脑子里面一天天在想些什么呢？他们都说我瓜，可我觉得你比我还瓜。哎，你季娘子，余娘子，白郎君也在啊。季娘子，你怎么来了？白郎君为何而来，我便为何而来。怎么，这是下不过余娘子？哎呀，这如你所见呐，这属于满盘皆输啊！余娘子好厉害呀！你阿翁在家吗？哦，我阿翁过几日要出门，他收拾东西去了。出门？出门去哪儿啊？和大白狼一样，赢了我就告诉你。哇，你好厉害呀！我还差1步，你还差7步，你只要大于7，你就赢了。正好7步哎，你赢了。这局不算，我输了。刚刚这个不是5，是4。啊？那他为什么会自己变呢？我季英英做生意有自己的原则，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只是一个游戏罢了。金娘子，你应该还记得你的来意吧？还玩一局吗？不用了，你要问什么问题，我都可以告诉你。人待我以诚，我还人以诚。你说的。好，那我问你，你阿翁不筹备卖警房出去干什么呀？你们都想买警房，可我阿翁他想要这个。